代号地毯，乌军海王星导弹攻击克里米亚，塞凡堡上空大规模爆炸。罕见一幕，多处油气设施大火蔓延，俄罗斯竟然出现灭火材料短缺。前线战况，乌军收复库尔斯克失地，击毁 S-400 防空系统。乌军导弹空袭赫尔松俄方指挥阵地，击退俄军登岛战。媒体重磅透露，法国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地区举行秘密军事演习，已为派兵前期准备。陆乌参战，欧洲战争机器已开始启动，英法在乌克兰部署维和部队的3种可能。普京对战争越来越没有信心，预计做出重大让步。菲克称必须原谅俄罗斯，泽连斯基这样反问他。聚焦战场动态，剖析地缘争端，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远山。视频制作不易，请您尽量看到最后，并给我们点赞留言，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谢谢大家。新年伊始，乌军近日发动了202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势，动用了多达200多架的无人机，为俄罗斯献上独特的新年大礼。现在知道，乌克兰内部给这项攻击俄罗斯12个城市的行动起了个代号，叫地毯，明示是对俄国重要地点的全面攻击。地毯是轰炸，期待日后乌克兰也有自己的 B-52空中堡垒，杀他个片甲不留。由于近来乌克兰加大了无人机攻击力度，连续多日，乌克兰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击中一个俄罗斯的油气设施。由于这些攻击总是引发大火，俄罗斯竟然全国范围内罕见地出现了灭火材料的严重短缺。英雄气短啊！俄罗斯被烧到没有材料救火，这就对了，天天搞他1-2下，让他疲于奔命。乌克兰现在的思路很清晰，就是在停火前尽量破坏俄罗斯的工业生产能力，放缓俄罗斯经济的恢复速度，至少使其在未来几年难以再次发动战争，这样乌克兰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战备。目前这个局面大家都清楚，但俄罗斯无可奈何，普京也很无奈，只能寄希望于川普出面尽快谈判，以结束战争。在空袭完俄罗斯本土后，乌克兰不出意外地将目光投向了克里米亚。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月17日夜间，乌军向俄占克里米亚发射了国产的海王星导弹，重点袭击俄军的港口。克里米亚的塞凡堡等地传出剧烈的爆炸声，持续数个小时，一直到凌晨时分都能听到轰鸣声。应该是乌军在导弹之外还发射了无人机攻击群，用来吸引俄军的防空火力。目前还没有关于此次袭击的详细信息，俄方也未做出回应，相关消息有待进一步确认。不过据当地居民称，塞凡堡的海上也发生了爆炸，具体的战损要等港口的卫星数据出来才知道。才开年，这已是乌克兰在2025年对塞凡堡发动的第3轮攻击了，之前还动用了英国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实际上，作为克里米亚的关键港口，塞凡堡在去年就频繁遭受打击，给俄军的物资运输造成重大影响。它几乎和克什大桥一起，成为乌克兰空袭克里米亚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俄媒 Astra 披露了沃罗涅日油库的最新遇袭情况。Astra 声称，共有7架无人机袭击了沃罗涅日的利斯基石油库，目前已造成至少3个油罐受损，其中有2架无人机击中了一个超过1万立方米的柴油罐，还有1架则造成2个5000立方米的汽油罐起火。大火迅速蔓延，燃烧面积达到了1000平方米，并不时伴随着爆炸声。沃罗涅日当地出动了数十台消防设备参与救援，但一直没有扑灭大火，从前天凌晨燃烧到了现在，预计该油库的损失相当大。普京连年将 GDP 的40%投入到一场侵略战争中，却没有足够的钱来加强城市与乡村的基础设施。这是一位普通俄罗斯人的感叹。俄罗斯花费数十亿美元轰炸其他国家以获取资源，而自己却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Бомбить не надо, мы все тут вот Ваня на машине стоит. Мы сами тут все разбомбили уже, в принципе, все уже готово. Разбомбили, освободили, заходи, живи.
重磅消息，据1月15日的情报在线报道，法国已经秘密制定了一个方案，要在乌克兰部署军队，以击退俄罗斯从白俄罗斯领土的突破。该报道称，代号为博尔修斯的演习在2024年秋季进行，由地面部队的特别行动单位参加，演习持续了10天。3200名法国士兵秘密深入基辅北部的第聂伯河一个类似弯道的区域进行训练。应该说，这个讯号极不寻常。这次训练的重点是练习无人机的使用、电子战和侦察，以及确保在高强度战斗中部队的协调。与此同时，该报写道，一些演习参与者对缺乏 FPV 无人机表示不满，并对法国制造商在开发此类无人机方面相对滞后表示担忧。从实战的角度来说，乌克兰已是当今世界的第1大无人机大国，各国军事机构都在派员前来学习取经。1月13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了在该国部署西方军队作为安全保障的一部分的想法。他说，我们考虑了实施可能的扩张和其他国家参与这一过程的实际步骤。几天前，泽连斯基还表示，这样的步骤将是迫使俄罗斯实现和平的最佳工具之一。马克龙和他的政府官员一再暗示，有可能向乌克兰部署一支军事特遣队来执行各种职能。例如，马克龙表示，法国军队可以训练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战士，或担任维和人员，帮助在达成停火协议时维持停火协议。马克龙还允许在俄罗斯突破前线，并且基辅寻求帮助时派遣士兵。军事分析人士建议，法国军队可以取代该国与白俄罗斯和德涅斯特河沿岸，也就是摩尔多瓦东部一个未被承认的亲俄共和国接壤的乌克兰武装部队，以便乌克兰武装部队可以从防止这些地区被偷袭的部署中前往乌东等正在发生激烈战斗的地区。X 账号 Nextday 17日发文表示，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开始讨论，若乌俄签署和平协议，英法将向乌克兰部署维和部队的问题。据悉，部署在乌克兰的维和部队有3种可能情况。第一种是缓冲区监控，英国部队可以在缓冲区建立观察哨，并派遣战斗机和攻击直升机进行巡逻。快速反应部队将驻扎在附近，装甲部队随时准备击退俄罗斯的潜在攻击。第二种是基辅外围的防御边界，西方联盟可以在乌克兰首都周围形成防御边界，使乌军能够专注于遏制俄军，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第三种是训练和防空支援，英国教官可以在乌克兰西部训练乌军，而波兰防空系统将确保他们的安全。这目前被认为是争议最少的选择，并可能成为部署西方军队的第一步。预计英国和法国都将在组建维和部队中发挥主导作用。另外，法国外交部长强调，法国打算参与乌俄战争谈判，因为这场冲突直接影响欧洲安全。美国为和平协议提出想法，内容是西方士兵可以驻守乌克兰和俄罗斯新边界之间800英里的边界，并建立非军事缓冲区。对此，有评论家声称，美国的主意只是安装了一个拉链，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乌克兰不应期望国际法律或国际秩序，只有自己的拳头才最重要。据报道，目前总体来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仍保持乐观态度。泽连斯基称，得益于乌军打击俄罗斯纵深武器库和设施，乌军在库尔斯克消灭了3万多俄军和朝鲜军。更重要的是，近期各国援助的大量军火已被大量运往波兰的热舒夫，以持续支持乌克兰军队作战。从空中运输情况来看，在1个月期间，有193架次的大型运输机从热舒夫机场起飞，满载着武器弹药飞往基辅。同时，波兰港口也在忙碌地运输各种坦克、步兵战车、装甲车等装备。据统计，美国已经通过海运向波兰提供了超过1000辆重型军事装备，这些装备抵达波兰后停泊在港口，随时准备支援乌克兰军队。而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强硬的川普越来越害怕，对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越来越没有信心。据报道，消息人士称，俄罗斯将在与川普的谈判中要求乌克兰大幅削减与北约的军事联系，成为一个拥有有限军事力量的中立国家。消息人士指出，俄方的立场是，个别北约成员国可以继续根据双边安全协议对乌克兰提供武器，
但这些武器不得用于对抗俄罗斯。要知道，去军事化是俄罗斯发起侵略战争之初就提出的既定目标。普京的目标就是要让乌克兰彻底丧失军事能力，甚至是肢解乌克兰。而现在，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愿意让步，且让步的幅度不小，同意乌克兰继续保持军事力量。更关键的是，接受乌克兰与北约国家之间的双边安全协议，这等于默许北约在战后可以继续武装乌克兰。从这2点来看，普京领导下外强中干的俄罗斯已经做出了重大让步。来看前线战况，乌克兰这2天在库尔斯克的行动再度活跃起来，发起了局部的反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月16日前后，乌克兰部队在乌斯佩诺夫卡的东部发动突袭，攻向了俄军的防区。乌军收复了乌斯佩诺夫卡的一些失地，此地背靠俄乌边境，长期以来，俄乌2军都在这块区域展开激战。早些时候，俄军也曾一度朝该地推进。但现在，乌克兰人已发动反攻，并收复了部分阵地，稳固了他们在库尔斯克的防御。行动中，乌军还打掉了多辆俄军的车队，重挫了对手的后勤运输。俄方尚未回应此事，详细的战况有待进一步确认。不过，这已清晰表明，乌克兰仍能在库尔斯克发起规模不小的行动。与此同时，俄军对库尔斯克的反扑也没有停止，他们向辛普特地区展开了偷袭。此役，俄军甚至还派出了臭名昭著的精锐155旅的特种部队，试图袭击乌克兰第41旅的控制区。不过，这一行动随即被乌军察觉，双方在阵地前沿爆发了激烈的战事，最终乌军成功将对手击退。外界分析，俄罗斯的155海军陆战旅也和810旅一样，在库尔斯克遭到了乌军的重创，损失相当严重。之前，俄810旅已开始部署到库尔斯克的后方，但依然被乌军察觉并进行了空袭。此外，这2天，俄军也损失了更多的防空系统。在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附近，乌克兰击毁了一套 S-400。画面中，这款被俄媒视为先进的防空武器已遭受了严重毁坏，再无法启动工作。而乌军的第47旅的无人机还在库尔斯克的深处发现了俄军的 Strela 10防空系统。一番侦查后，无人机锁定了该防空武器的位置，并将其发送给了炮兵部队。接着，乌军就向其发射了海马斯火箭弹，导弹呼啸而至，精准击中了目标，随即产生剧烈的爆炸声，击毁了这套 Strela 10系统。来看2个战场花絮。花絮1，乌克兰一架配置霰弹枪的无人机摧毁了20多架俄罗斯无人机，这玩意儿厉害了。花絮2，这名俄罗斯兵被无人机碎片稍微蹭了那么一下，就立即毫不犹豫地拉响了手雷。这是找借口自绝的节奏呀！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调戏、威胁和恐吓。也难怪，天寒地冻，空旷雪地，落单的已经中弹，再加上空中无人机不停地追杀，又没有同伴支援，对他来说，基本就是死路一条。时隔不到2周，俄乌2军又在南部的赫尔松展开了激烈交火。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月16日，俄军在赫尔松的第聂伯河一带发动突袭，试图强登附近岛屿。乌克兰第40海防旅随即投入战斗，先向俄军发射了 FPV 无人机和常规火炮，打退了对手的第一波攻势。接着，乌军还启动了海马斯系统，朝俄军的指挥阵地使用了集束弹药。导弹在空中炸开花，迅速如冰点般砸向了对手。俄军阵地随后就传出了一系列的爆炸声，浓浓的烟雾弥漫在第聂伯河的上空，被迫放弃了登岛战。从去年12月以来，乌克兰就针对赫尔松的俄军发起了近10次的空袭，相继重挫了他们的军事基地和指挥中心。
俄军也曾发动局部的攻势，但一直没有进行大规模行动，一般还是在第聂伯河发起类似的登陆战，企图偷袭乌军的岛屿。这点和他们在此地部署的兵力并不匹配。去年10月开始，俄军就朝南部战线的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增兵，不过却没有展开大范围的进攻，这也引起了乌克兰方面的注意。于是先发制人的开始了定点袭击。话音未落，他们又在不久前空袭了扎波罗热州的俄军驻地。乌军对当地的瓦西利夫卡方向发动导弹突袭，击中了俄方的据点，引发不小的火灾。现场画面显示，该驻地已经毁坏严重，一名俄军正在里面收拾着残骸，但不少装备都无法再用。另一方面，在顿涅茨克战区，俄军的攻势也依然在进行，他们发起了装甲车和摩托车的联合冲锋。不过，俄军的装甲车在乌军阵地前沿碰到了反坦克地雷，随即被击毁。至于俄罗斯的摩托车冲锋队，则因为乌克兰泥泞的土地而打滑深陷，难以前进。这让乌军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在空中用无人机发起打击，挫败了俄军摩托车冲锋队的攻势。亲俄的斯洛伐克总理菲科在遭遇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后，他的言论再度引发争议。Nexta 新闻报道，菲科近日在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谈话中公开透露了这一点。菲科称，乌克兰必须原谅俄方。此言一出，泽连斯基立即回呛道：“你被枪击了，为什么不原谅？为什么要逮捕那个人？”此言也让菲科陷入尴尬的境地。在2024年5月，菲科曾于街头遭遇枪击，连中5枪，一度情况危急。但在经过紧急治疗后，菲科还是保住了性命。不过这次的袭击并没有改变他亲莫斯科的立场。作为欧盟国家，他依然在俄乌问题上和西方格格不入，因此也遭到了欧盟的强烈排斥。甚至有议员呼吁将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踢出欧盟。实际上，在斯洛伐克国内，菲科也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压力。在2024年底，已经爆发了多轮针对菲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月14日，斯洛伐克的反对派更是提交了对他的不信任动议案，迅速引起国际关注。反对党领袖指责菲科放弃斯洛伐克的利益，并将国家重新导向东方，同时批评他的全球旅行和对国内问题的忽视。未来几天，斯洛伐克的议会就将进行投票，而菲科所在的派别在议会中的绝对席位并不占多大优势。如果该动议通过，菲科将不得不辞职，斯洛伐克在俄乌战争上的立场或许也会发生改变。下面这个镜头也足够滑稽讽刺，在斯洛伐克总统府举行的仪式上，胸前别着乌克兰颜色绶带的19岁的高中生西蒙·奥马尼克拒绝与他们的亲俄总统彼得·佩莱格里尼握手。我们了解到，这位斯洛伐克学生西蒙·奥马尼克是在获得奥林匹克数学奖铜牌后，参加总统亲自接见的颁奖典礼的。斯洛伐克媒体对这名学生大加赞赏，斯洛伐克总理菲科则气急败坏地发文称，这名学生没有教养，应该给予惩罚，并说总统过于宽容，教育部长失职。但菲科的言论遭到媒体和反对党的群嘲。我们也要向这位敢于大胆表明立场的高中生致敬。法国电视台 M6 在12日首播最新独家调查纪录片《法国、中国秘密战争》，揭露北京在法国从政治、文化、科技到军事的全方位秘密作战行动，除产业间谍、技术攫取、窥探政治人物、影响力渗透等，中国还借由挖角法国空军退役飞行员，企图取得只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飞行员才知道的技术与操作流程。纪录片也首次披露，中国自制的 C919 客机其实是透过采购、仿制和黑客攻击等手段抄袭法国空中巴士 A350。对此，法国国防情报及安全局首次回应，证实中国渗透行动严峻，已采取反间谍措施。中央社报道，秘密战争堪称第一支揭露北京对法国全方位渗透开战的纪录片。纪录片导演普拉多经过近1年的调查，搜集到超乎预期的证据。这部长达73分钟的影片，
从中国留学生窃取法国大学研究资料切入，深入追踪中国如何在不同领域全面活动，以获取有利中国称霸野心的资讯和技术。节目主持人戴拉维拉迪耶指出，中国对什么都有兴趣，高科技、文化、资讯、文物、太空、航空、军事，尤其在航太领域，中国过去20年来企图弯道超车，多次企图窃取并抄袭法国拥有的尖端科技。影片揭露，中国2003年参与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计划，中方工程师从事监视任务，并涉嫌窃取机密。欧洲团队发现不对劲后，要求架设绕过中方办公室的网络缆线，限制中方人员进出。后来，法国情报机关告知，中国正利用伽利略卫星导航资讯，秘密研发自己的北斗导航系统。最后，北斗抢先完成，并抢先占用适用于导航系统的频段，导致频率冲突，至今争议未解。一旦爆发战事，后果恐不堪设想。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前北京办公室负责人范胡克也首度披露，欧洲后来发现，中国负责的搜寻和救援服务 SAR 非导航讯号可以拦截干扰各国政府发出的公共管理服务 PRS 讯号，欧方因此要求拆除，双方合作破局。美国国会议长约翰逊宣布，中共已经上升为邪恶轴心政权的领袖，邪恶轴心名单依次为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叙利亚、古巴、白俄罗斯、真主党、哈马斯、胡塞、ISIS、塔利班。今天的最后一条新闻是，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发帖称，驻华使团全员向空军上尉朱安琪致敬。他是最后一位在世的华裔飞虎队成员，而这位英雄已于日前辞世，享松寿102岁。他在2战期间展示出的勇气与牺牲，永远不会被忘记。愿他安息。而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他至今仍是默默无闻，早已经被中共国人遗忘了。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